外号在二次元一定逃不开的词，很多角色的外号都有很有意思的来源，但也成了耿小鬼的温床。那么这些外号是怎么来的呢？外号一，谐音梗。这方面必须说的，那肯定是滚筒洗衣机，是工藤新一的名字的谐音。不过这个传播和动画本身脱不开关系，一直念，记不住都难。还有用数字谐音的，卯这个字在日文中的读音听着就和486差不多。よろしくね。也就传开了。不过现在的问题是，有2个人都在用这个称呼，一个是 R10 的，一个是 GBC 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各论各的。同样的数字谐音，894也是，不过894是直接中文读出来的同音，也是出自物语系列的垃圾君阿良良木利的外号。一方面，我觉得这个垃圾君的称呼应该是日语读音的谐音，但直觉告诉我，这个称呼应该是894某一次口误念错的，但我实在不想查出处了。喵内这个也是纯日语谐音出来的，把这个称呼带火的肯定是这个开门杀名场面了。喵内か？どうした？喵内。外号2，情节梗。这些情节的出处就是要结合一些角色在剧情里的行为了，比如说客服小翔，这个称呼的出处就是我们祥子大小姐在当客服的场景。说起来这母鸡卡是不是马上要联动了来了？还有反复出现的情节，比如药王新平创真的外号，就是他做的菜像是下了药，吃完之后满面潮红喘粗气，所以这个暴衣的效果是下了什么药？除了被大幅强调的，也有从一部剧情里面凝练总结的，比如白色相不二的东三雪碧。首先我们中立一点啊，东马小三指的就是明明知道对方在谈，但没有选择保持距离，却选择了插足别人恋情。雪菜碧池指的是明明知道对方两情相悦，但没有选择成全，反而抢先下手，还说出了各种白学名句啊！其实你看，就只是在感情里面各种挣扎而已，大家玩玩梗就好了，不要去攻击别人啊。也有外号是被逼出来的，比如说黄胜，九美子以前是一个小恶魔类型的黄大叔，结果在第3季被各种安排，处处为难，硬生生把乐山大佛的位置抢了。外号3，名字里的单字外号，前段时间的葬送的福利莲就有不少，比如说肥伦，虽然谐音了飞轮原本的读音，但就这个圆脸还是更贴近一个形容词加名字。福利莲的芙蓉王的称呼其实也是这样的外号，也有用上了作品中的字的，比如说某科学的超电磁炮里面的炮姐，不过它本身作品里的称呼也是超电磁炮。同样哥姐之类的称呼还有很多，比如琼妹、儿姐、考哥、陆哥。说起来我一直不太理解陆哥这样一个武德充沛的角色，怎么能在一部真人快打的故事里和另外3个组成校园4霸的。先看大老师，这个称呼好像是出自变态王子与不孝猫小说里写了8番大老师的称呼，所以一直被沿用到了现在。大老师是典型的自我剖析和人类观察解决同学委托。然后是师傅，这个称呼是因为他经常用骚话撩妹，所以弹幕里都管他叫师傅。这个也是很纯的内向探索，本质上也是动脑子解决委托，只不过这个具象化成了超然事件。还有折棒，这个称呼就纯玩笑了，折木凤太郎写成了折棒太郎。折木这个侦探角色也是纯动脑，就陆哥一个人在唱五坠子，感觉下个季度千岁反而更适合一点。温水也还可以，干的那些事情也是解决委托。外号类型4，象形梗，这个解释起来有一点冷笑话的感觉，比如4月是你的谎言里，主角有马公生，还有个外号有马公主，这个不是那种啊谁谁谁小天使那种天使小公主，单纯就是公生这个字看差了，而且还不是少数个例。同样的情况还有 Fate Stay Night 的土狼，也是因为魏公侍郎的士看成了土，慢慢演化出了土狼这个称呼。不过听说在某些圈子里认为这个是个黑称来着，我不懂，我在的 FGO 群和动漫群都没有这个说法。当然还有更变态的，狼与香辛料的另一个叫法是什么？没错，王守义与哈士奇。香辛料推倒13香，推倒王守义；狼推倒犬科，推倒哈士奇。只能说这个叫法的出现很正常，但要解释反而有一点绕。不过好像现在各种外号很少有这样的。上一次看到也就是利可利斯有一个算的称呼，利可利斯的英文直译实算，所以才出现了算这个简称，好像归纳的差不多了。大家还知道哪些没有被我说到的外号类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